到。好，那其实，在我们往后面读在这个就是刚提到，对，巴利，然后亚瑟拉，这个其实直接拜别神的时候，违反了什么意思？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10诫的第1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在南北我们在读那个列王记的时候，列王记上下南北国的时候，里面有发生什么事可以不行？就是耶洗别他信奉异教，然后杀大批的先知，然后也是拜这些神。你看，从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到了南北国之后，还是一样。为什么神希望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地方，也不要效法这些人的风俗习惯？因为你一旦效法，最容易的嘛，可以随从肉体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我当然要做啊。你叫我守规矩，我做不到；可是叫我犯法，我很容易。所以谨守不住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像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在列王记的时候会读到，那我们这个礼拜是读列王记。好，那在这个有提到几个丘坛的遗迹嘛，你们看一下。我为什么会选这个部分呢？因为神一直在提到说，谨守我的利律典章。我们刚刚在后面读到，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念完列王记了嘛，对不对？我记得你们的 schedule。然后历代志念完记了，对，历代志了嘛。列王记的时候，南国其实最坏的时候是什么？马拿西时代的时候，不是拜巴利跟亚瑟拉，所以，但是在南国治好的时候的君王，他不拜偶像，可他放任他的百姓去丘坛献祭。可能我今天去丘坛献给摩洛，我也可以献给耶和华，是一个混淆不清的时候。所以最好的时候是一切偶像，就是约西亚时代。你知道约西亚有个什么故事？等一下我们后面分享所以这是丘坛的遗迹其实从不好治好到好，基督的生命是不是也是一样？我自己其实很感慨的一件事情，在我公司也有人否认主，信主之后，他可能没有遇到对的人带他，也许他自己不参加小组，不参加聚会，到最后他离神越来越远。那他又是基督徒，可是又做的事情就是不上不下，就是一脚在埃及，一脚在迦南地，在那种半空中的，真的很痛苦。所以每次我礼拜5中午聚会的时候，就跟他讲，来聚会的时候，你看他面有难色，就觉得真的很难，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为他祷告。因为我太太也认识他，所以常常会拿一些小东西给他。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就是这一首读到神总在重复告诉你遵守他的律典，可是以色列百姓是就北部的有时候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好，那这是丘坛的一个模型好，那解释名词因为这章是非常严肃，所以我从网络上找到一个那个乐高的玩具那个他们有把那个圣经的故事用乐高玩具拍出一个照片，这就是我利未记20章里面提到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看左边，女人与兽迎合必要致死，男人与兽迎合也必要致死，所以这两个是要马上打死的那我这边读到几个解释名词，我们常常读到几个名词有读到什么地方？就是致死出现10次，然后罪要归到他们或他身上出现了6次，剪除有5次，变脸有3次，不是那无语声的变脸然后用石头把他们打死2次，还有用火焚烧1次。这几个解释名词，我想做一个大概一个分享，就是用火焚烧变脸的部分。我们在读后面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神的变脸是什么意思？不是拍画面就是神的手保护的手离开了。然后当你在旷野的时候，你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火蛇铜蛇有火蛇去攻击他们。对。所以神的保护手离开之后，火蛇就攻击以色列百姓。很多人讲说，那以色列百姓这么可怜，神怎么那么可恶，让这些蛇去咬他们，生出这些蛇来？其实不是。社会上或是在那样的环境氛围里面，有那样的动物存在，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周遭也会有这些事情存在。神的保护的手是让这些东西不再攻击你，去搅扰你。所以当神的手离开的时候，这个原本不会让你受到侵害的动物，这些事情就会临到你身上。好，所以变脸大概这个意思。所以我从里面在诗篇里面有找到一个，就是耶和华向行恶人变脸，要从世面除灭他们。这大概我找到，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变脸在的一个金句。那当然里面提到一个是人若娶其妻娶其母便是他，这3个要火焚烧，就中间看到这个图这乐高玩具真的蛮可爱的。那火刑是用在哪里？圣经里面有出现3种刑罚，一个是石刑，石头的石，一个是火刑，第3个是那个十字架的刑罚。然后这边其实火刑都是用在淫乱的罪行。那大家知道火刑在哪没有读过？在创世纪38章的时候，犹大跟他的媳妇以他玛不是发生了关系吗？那怀孕了之后，犹大不是说把这个女儿拖出来烧了，
所以在里面就是失控的妇人要火烧。但是在下一章，我们下礼拜读21章的时候，祭司的女儿行淫也必须要有火焚烧。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特别的要用火，而且要提出来？我想之前我们讲到18、19章讲到外在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条文禁止或者人的关系禁止。可是当淫乱行为发生在祭司的里面的时候，它发生在以色列家族里面的时候，那样的关系是什么？是从内，从血缘上面，你从你思想上面，从你周边人上面。所以神对这个事情来讲是特别的在乎，他不希望你的祭司在献祭的过程中将儿女行淫，整个家族的血统会被污蔑污染。所以为什么神说我是圣洁？所以这边其实提到这个部分。好，那石头打死的部分呢？因为我发现这一章真的要讲很快，10分钟没有讲完，所以我必须找很多偏支的嘛。讲用石头打死，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用石头打死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集体神典部分，只要2个证人出现，就可以用石头行刑，也是容易垂手可得。所以在里面提到被石头打死，在利未记24章有讲到，咒诅圣民的会被石头打死。然后圣经也提到，淫乱的女子也要被石头打死。然后在列王记还有历代之下，亚多兰、哈多，我想你们都读到，服苦的人也要被石头打死。所以掌管劳工阶级的劳工部长小心会被劳工用石头打死。然后在亵渎王的拿伯也被石头打死。然后跟撒加利亚历代之下的部分。然后唯一一个比较最近大家会比较看到，我们有一个小组的姊妹分享一个伊拉克的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一群伊拉克的基督徒被枪毙，集体枪毙，他们是为主殉道，所以这边有一个为主殉道。当我在整理上次在整理这篇的时候，刚好在看那段画面，为主殉道是司提反，所以当司提反被主殉道之后，说了一句什么话？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因为他准备好。我们其实很幸运的地方，在伊拉克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为主殉道。可是当我们在台湾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大声的赞美敬拜、读神的话语。可是，在那个环境，甚至在中国大陆，我们教会之前有请一个中国大陆的，在中东伊拉克宣教的一个长老姓王，但他不能讲他的名字，因为他们会 Google 声音。他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不能讲、不能说、不能做的，所以他们用什么方式去宣教？比如说今天老王是学电视的，我可以教你怎么拍东西，我教当地的小朋友拍东西。你是学 Facebook 广告、电脑的，教小朋友怎么做电脑。然后有的牧师什么水电工，他去教他们做水电，从生活上面带领他们信主，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为主摆上。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台湾这个世界，我觉得真的感谢主，我们其实很幸运的，有冷气吹，有这么好的食物，有这么好的歌声，有这么好的弟兄姊妹大家服侍。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多做些什么，为主多做些什么？不过中国好像最近有在复习，但是问他跑今年，那是假的，是真的吗？那是假新闻。那是假新闻。假新闻。所以你看嘛，到现在大陆有一个3字教会，以前旧局哈，应该小有听过3字教会嘛，就是比较听命在中共当局的。当初旧局跟长老要去对岸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出现过事情。被挡下了。对，因为你记得那个事，对吧？就是他们一到那边就被宗教局的请去喝咖啡，因为他们可能当地人听说台湾有要来讲福音的事情，然后用简讯，当地不能用简讯嘛，他们用简讯传给，然后传到当地3字教会的人，所以3字教会的人去跟中共当局人讲，所以他们一下飞机就被锁定。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那个我们有几个姊妹叫小文，你应该知道，对小文，她讲说，像香港有很多在读那个门徒训练的一些单位往台湾撤，因为大家知道中共在香港的接收的动作，宗教的控制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往台湾撤，所以21世纪现在这个时代对台湾来讲，我们其实是把福音推展出去最好的地方。所以在某些程度来讲，我们真的是这个地方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价值之地，让我们能够把福音装备好往外传出去。对，那这边又提到一个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跟他们身上，其实我也是会引用罗马书的部分。为什么要讲到罪要归到神身上？就是归罪这个部分，我们在经济学跟法律上有一个解释名词叫什么？归咎，就是这个罪是犯到我的身上，可能不是你的身上，是归到属于到你身上。那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就是在没有律法这些罪其实已经在这，所以刚刚姊妹讲得好，就是罪已经进到我身体的时候，但是摩西五经律法还没出来的时候，人不知道罪是什么，所以对这件事情你犯了错，对不起，我
不能用任何责罚你。就像我开车，没有法律告诉我说停黄线会开罚单，我可以停没关系。可是当法律公布说停黄线会开罚单的时候，我还照做，我知罪还犯罪，那就是违反这个意思。所以在没有律法之前，罪不算罪。可是当律法来到世上，罪就已经在这世上。所以这个部分提到的部分，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然后，当然，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也是一直重复在提醒。然后，请遵守我一切的律律典章。我为什么提到约西亚？在南国的时候，约西亚前面的马拿西嘛，就是马拿西。马拿西的王国，他是对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可是当约西亚上来，约西亚几岁当王？8岁。当他8岁当王的时候，其实就是像我们常讲末代皇帝、傀儡皇帝一样。可是当他修建耶和华殿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箱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摩西五经。他读完之后觉得哇，我惨，我的国要灭亡。为什么你国要灭亡？因为他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当以前王要即位时，要把摩西五经读一遍，还要宣读给百姓知道。所以约西亚后来就开始废除偶像，所以我们刚刚读到那些除掉偶像、除掉丘坛这些一切的东西。所以后来在上面就写到，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兴起的王像他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可乐果肉节，这之前有分享过，是直系血亲还有姻亲的部分。我有找到有些很可爱的图哦，但是因为碍于那个尺度关系哈，也是一样乐高，但是那个尺度有点 over， 所以我就不肯露下体。所以这个部分代表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这样的时间，他有什么生活娱乐？没有。所以当他没有生活娱乐的时候，他的生活规范是什么？就会开始有一些偏差。所以神在那边把所有的直系血亲、姻亲写得这么清楚的目的，不能让你有任何的犯错的机会。就是你不可以有借口说利伯下，你没有写，所以我可以做。所以神是很直接，也很圣洁，也很让你知道说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差。好，这个刚刚也是提过的，之前提过。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刚刚姊妹有分享到几个部分，就是乱伦的部分，然后不卫生的关系，就是月经来说可以发生，还有婚外情。哇，这现在事实上来讲，婚外情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还有献童为祭，就是摩洛，还有同性恋，还有受教。那这个图就是跟受发生关系，应该不会超过尺度了啊。那为什么我刚刚姊妹有提到说这个时代为什么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好像同性恋或是这样的事情出现？其实我们可能逆性的部分，我们在读罗马书嘛，人违反了神所创造人的原则，逆了神的性，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所以这章其实在提醒到说，这样的罪是神不喜悦。我们不是定罪这些我们所看到他们可能同性恋，而是我们把他们当作一样神不喜悦这样的一个罪背后代表意义在哪？地从民中解除的部分，这个部分，好，当然。也是一样，不服从的人最后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跟神的盟约是没有关系，你跟立约也没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部分？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一单位，家庭对他来讲是不可破坏的。所以当你行了这些神眼中所看为恶的、如果淫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等于是破坏对家庭构成危险的行径，就像刚刚这看画面所看到的部分一样。所以就是危害盟约，所以就要把你从其中解除。那解除的意义是什么？除其死亡，还有被驱逐出境。好，最后这个是流难与密之地哦，不管是在出埃及记或其他，你看到以色列应许的土地是迦南地。那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约书亚派了10个太子去以色列谷，那边的葡萄大到什么？可以2个用手抬。所以现在以色列东方局的那个 logo 是2个人抬葡萄。所以流难与密之地是指神给以色列百姓，也是等于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应许哦。那这边我找到一个就是一个广告。大家有看过这个广告？蒋公小北不下手，后来你懂为什么？蒋公在哪里？这是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建商广告。因为今天7月7号抗战，77抗战的时候，陪都不在重庆嘛，所以蒋公在重庆待得太开心了，重庆的地方太好，风景太好，所以让他忘记了那个怎么去剿匪，所以后来共产党就起来。这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广告。但是为什么会提到流难与密的地方呢？其实神赐给以色列百姓流难与密。现在大家如果有在看以色列的话，以色列现在是不是很多沙漠，它的水源其实不够的。对。可是他们用什么方式可以让蔬果可以出产？点滴，对不对？
点滴的部分，就是一个植物需要多少滴水，他用点滴的方式让它能够成长。如果今天神赐给以色列的地是随便种随便长的时候，你觉得以色列人会很珍惜这个地吗？不会。神就是在这么荒瘠的地方告诉你这是牛奶地，让他用这样一滴水的方式，让你的植物可以增长，让你知道去享受神所赐给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就预表的说，不管基督徒在什么地方，在旷野也好，在丰盛的地方也好，神的恩典永远都与大家同在。然后最后我还是一样，就是罗马书第8章5到6节的，因随从肉体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跟活来。那为什么用那个利克胡哲这张图？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四肢是不良于行，但是他可以为神去摆上，因为耶稣基督就代表他的一切，弟兄姊妹就是他的肢体。所以在这个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又回去读以前我们在读那个影音档的时候，长老都讲一句话，就是说读到利未记，你会发现有很多身边跟你一起服侍的人突然就不见了，突然又跑掉了。其实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坚持。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坚持到哪里？那有些时候为什么最后用结语，就良药苦口说很腻了？好听的话，其实我都很喜欢听；好听的话，大家都很喜欢说。可是你真的如果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会说出他心里你觉得对他有帮助的话的时候，有的人却不愿意听。所以其实神一直不断的重复说这些事情，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是一样献祭，还是一样做神所一些事情。但是到现在，对我来讲，新约的子民来讲，神不能说废去律法，耶稣基督来是成全律法，他让我们知道，其实神是不停地提醒我们，他的恩典不在。他的手一直都与我同在，只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一切都摆上。就像这个利克胡哲一样，他随时都觉得，你像他，如果像他这样，他其实可以不用服侍，对不对？他其实不用服侍，他其实就做好他自己就好。可是他愿意把他所有一切都摆上服侍。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杆，就是我愿意就是把我自己的一切也摆上。我太太最近的状况也是嘛，她之前生了一个病 ，Andy 应该知道，那个叫葛瑞夫氏症，那是一个慢性病。当然感谢神有一个很好的医疗让他能够恢复正常，但他花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他花更多的时间在服事上面。他现在做的动作是什么？不停地去开小组。所以礼拜六我们7点在忠孝复兴站中华东路段有一个小组，就是亲友弟兄的小组。然后未来的礼拜六早上10点，在一个弟兄的公司也要再成立一个小组。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啊，有这样的姊妹在啊，我会觉得自己永远没办法带动，因为他永远都跑在前面，所以我也要更不能让他觉得说每次当我讲到的时候在做事，他就翻白眼说你别冲啥。所以这一章其实让我看到，其实神的恩典都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手永远都不离开我们。所以当然他不停的重复提醒，当然忠言逆耳，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能够摆上就摆上，也许。不管时间1分钟2分钟也好，也许我今天讲到的对象只有1个人也没关系，因为神就是让我们对他说话。这大概是我今天一个分享了，谢谢各位。那有什么问题？没有。那如果没有，我想请 Andy 然后我们做个祝福结束的话。好。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所有的生活你都看过，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在工作上面有的时候有难处，知道我们在生命上面有的时候有难处，主要你都看顾着我们，你的大能的双手都照顾着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了解，可是主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来真正的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主要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来，也求你保守他们在工作上面能够更加得力，能够活出你所给他的一个荣美。主啊，谢谢你，我们即将散去，求你看顾我们散去后的脚步。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